$599 $599 神如果太久不听人话，就会被一脚踹下凡间。2000年左右出现了 PS2 芯片因为太强被日本政府出口管制的报道，但这種说法当然是被神化的。不过二代 1.6 亿台的逆天销量是妥妥真的，但让 PS1 一战成名的竟然是一个数字，一句话。这里是 ThinkBiz， 我是恶童。在游戏行业，如果80年代的昭和是任天堂的天下，那2000年前后的平成就是索尼一家的独大。1995年5月11日，洛杉矶的E3，世嘉、索尼、任天堂三巨头都在现场，世嘉和索尼的官员之战开始了。这一段堪称游戏史上最霸气的商业绞杀。西军世嘉先入战场，负责人在台上说了一大堆土星的技術原理，公布價格$399。隨後主持人請索尼娛樂北美總裁 Steve Rice 上台 ，Steve 走到麥克前，只說了一個字，直接離開，台下瞬間歡呼。$299。$299。从那一刻起，官员之战正式結束，東軍索尼完勝。但這是一次高風險的0場勝利，因為到11號早上 ，Steve 才拿到299的總部批准。那一刻，所有廢話都不需要了，因為價格本身就是武器。不過299背後是一系列的商業暗戰。發布會之後，世嘉美國市場連人帶貨被 PS 嚴重打穿。不光是因為價格 ，PS1 當時還有更容易開發的架構，而且壓住 3D， 世嘉還帶着2D 街機的包袱到處亂撞。但這還不是世嘉最蠢的主意。首先是急於求成，世嘉擔心 PS 秋天進入美國市場搶走聲量，要求團隊先發制人，提前發售。但問題是很多零售門店根本沒有機器。其次是叢林法則，399暴露了價格底牌，全國缺貨，供給不足，暴露了供應鏈，遊戲陣容不夠，暴露了戰力。世嘉站在原地，把自己當成了靶子給了索尼。後來土星全球才賣了926萬台 ，PS1 賣了超過1億台，完全不是一個量級的對手。1的成功，一部分要歸功於對手的 IQ 值和實力，更重要的還有任天堂的羞辱。1的起源就是被羞辱的產物，它是一台復仇機器。索尼原本想進入任天堂的遊戲生態，姿態上已經夠低三下四去做配件了，結果還是被花牌3代目山內博踢出了牌局，而且也是在展會上被當眾羞辱。所以主機先人梁木健決定，既然你不讓我做配件，那我就自己搞主機。後來任天堂的 N64 全球賣了3290萬台，不算差，但和1億台相比，還是被甩到了海對面。估計當時的三笠社長應該無比懊悔。果然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是最狠的。索尼從80年代開始就是 Walkman 電視音箱 CD 機的消費電子王。1979年的時候，第一台 Walkman 就已經誕生，所以索尼一直很會做機子。1的外觀不像2那麼神秘，一個灰色的小方盒，頂部是翻蓋 CD， 正面有2個手柄口，2個記憶卡口，沒任天堂那麼玩具感，也沒有像世嘉那種街機感，這是索尼最擅長的消費電子形態。設計上重點要提的是三角、圓圈、叉和方塊，這個絕對是 PS 最強的視覺資產之一，由索尼自家產品設計師後藤真佑創造出來的，還有強烈的操作暗示。當時手柄三角代表玩家看向哪裡，方塊像張紙用來代表菜單和地圖，圓圈在日式文化裡代表允許和通過，叉代表錯誤和否定，它成了一套很容易被全球玩家就記住的符號語言。有意思的是，原本的叉是 no， 但在後來的全球市場環境裡，叉反而變成了 yes， 說明了這套系統太強，強到可以脫離原始設定，變成一套玩家的肌肉記憶。後來後藤也做過很多手柄原型，包括扁平的設計，也做過帶把的。當時的社長大賀典雄最喜歡帶握把，有了握把，其他的手指就可以抓手柄，因為後來還要加入搖桿，所以大拇指的自由變得非常重要。這在1994年已經屬於比較超前的設計了。當然 PS1 的成功還要歸功於時代的助推。90年代中期，第一代電遊玩家已經長大，他們開始想玩恐怖元素、槍戰格鬥、賽博朋克和電影化的 RPG， 所以1的電視廣告、遊戲陣容、音樂、美術全是年輕人愛看的東西。索尼大法的氣質更酷，更偏向夜店，更像 MTV， 非常符合那個年代的審美癖好。其實當時任天堂也是有機會的。N64 有超級馬里奧64、塞爾達十之敵、黃金眼007，這些都屬於上乘之作。但問題就出在卡帶路線限制了第三方，像 Konami、Capcom 這種都明顯偏向了索尼，所以第三方給了一代很大的助力，特別像 Square 直接帶上了 FF 系列轉投 PS。日式 RPG 的豪華陣容裡，最終幻想絕對是門面之一，有全語音和電影過場。
除了愛情線，還有典型的日式美學。最不能錯過的就是奠定 PS1 时代的成人恐怖三巨头。当时 Capcom 的《惡靈古堡》或者《生化危机》这个系列，让全球玩家第一次沉浸感体验了 B 级恐怖片。最早 PS 版是96年3月发售的，销了275万套；生化2在98年销了496万套，第三部99年销了350万套，合计超过1000万套。今年2月，正传第9部《安魂曲》正式发售，销量很快超过了600万套。另一部就是史上最经典的恐怖 IP《寂静岭》，99年由 Konami 推出，主打心理叙事、诡異氛围和创新玩法。我记得小时候打第一部的时候，吓得手柄都给扔了。还有一部就是 Square 開發的《異魔》或者《寄生前夜》，原作改編賴明秀明95年的同名小說，這位作家寫的小說都非常不錯，所以這一部在很多玩家心裡屬於黑暗神作。98年登上了 PS1，不過這個系列非常可惜，沒有像生化那樣變成一個超級大 IP。這3個第三方大作雖然不是索尼自家 IP， 但獨特的遊戲類型在當時極大地推動了全球玩家的心智建立。索尼再次用外來者的身份打破了一個市場的舊次序，但接下來 PS2 才是把舊次序真正吃乾抹淨的那個王者。它是迄今為止全球銷量最高的遊戲主機，累計超過 1.6億台，軟件銷量也超過了15億份。死對頭任天堂的家用機連續2代被它死死壓制，就算04年封神的 DS 掌機也沒有能反超。2000年的時候，任天堂 N64 接近了銷量尾聲 ，GameCube 到了01年才上市，也沒能趕上第一波黃金週期，最後也就賣了2000多萬台，遠遠低於對手。而當時世嘉 DC 機就更慘了，直接被打得元神都沒了。PS2 在1999年東京電玩展正式亮相，2000年3月在日本首發，售價是39800日元，北美市場是10月發售的，售價299美金。日本首發非常誇張，當時首周末一口氣賣出去100萬台，所有店鋪外面都有人排隊，一排就是好幾天。二手市場還出現了黃牛高價轉賣的情況。但其實首發遊戲陣容還真不強，早期帶動機器銷售的就是 DVD。當時索尼想把 PS2 放進所有成年人的客廳裡，很多家庭本來就要買 DVD 機，2等於把 DVD 機加遊戲機加 PS1 兼容機套在了一起。這個套對於拉新和刺激老客複購非常友好，而且在外觀設計上也非常的前衛酷炫，和當時流行的電影《黑客帝國》氣質非常契合。90年代主機很多都是玩具感，比如 N64、DC 機都很圓潤，像小孩子的玩具。PS2 直接做成了一個黑色方形盒子，可以橫放豎放，像一台小型服務器和錄像機，也像一塊帶有藍色熒光的黑色石碑，一塊漂浮在太空裡的巨石。這就是論壇上很多玩家說它有一種宇宙和深海的神秘感。黑色機身、開機畫面、詭異的啟動音、記憶卡圖標、啟動柱子，這些都成了玩家的共同記憶。還有一個冷知識，開機畫面裡那些方塊柱子不是隨機生成，這些方塊柱和玩家玩過的遊戲數量、遊戲時間都有關聯。這個畫面其實就是玩家的遊戲墓碑。然後在硬件上，99年索尼和東芝合作開發了 Emotion Engine， 但它不是普通的 CPU， 當年給它取名叫情感引擎。他們想讓遊戲人物能表現出動作、表情、物理反應、電影鏡頭，甚至能激發角色的情緒。雖然上面的芯片很強，但 PS2 的開發架構其實並不友好。與之相比，微軟2001年的 Xbox 360更像 PC， 開發門檻也低，但畢竟瑕不掩瑜，裝機量巨大，優勢明顯。所以從2000年開始發售，等3出來的時候，很多市場還在繼續賣。低價版的 Slim 就更厲害了，很多地區靠它完成了最後一輪普及。而且2000年時 PS1 還沒有國起，價格更低，遊戲庫更加巨大。索尼通過向下兼容，把1變成了2的護城河，這2代牢牢控制了全球主機市場。所以在這種情況下，最倒霉的人就是世嘉了。公司孤注一擲的 DC 機比 PS2 更早進入美國市場，雖然這次學聰明了只賣199美元，但95年發布會的羞辱實在太大，導致世嘉已經信任透支，第三方開發率又上不去，機子也沒有 DVD 功能，加上理想主義的沙漠大額燒錢，到了2001年世嘉虧損高達800億日元，還有200萬台庫存，所以只能停產，轉成了第三方服務商。除了對手的孱弱和自己的優勢， PS2 之所以能被稱為一代神機，還有離不開的第三方大作和獨家 IP， 這對一個遊戲主機有着生死存亡的影響。很多 PS2 時代的大作都不算永久獨占，有的去了對家 Xbox， 有的去了雞胖的 Steam， 有的出了 HD 版，但在玩家的記憶裡可不是這麼算賬的。在那個時代，你問一個普通玩家這些遊戲屬於誰，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 PS2。索尼不一定擁有這些 IP， 但在最關鍵的窗口期，它牢牢佔據了玩家的心智。接下來 PS2 最恐怖的第三方武器絕對是阿星的 GTA 系列3部曲。
2001年的 GTA 3直接把犯罪游戏编成了 3D 開放世界。今天覺得開放沙盒很正常，但在當年玩家第一次開車衝進城裡，那種離譜的感覺簡直直衝電靈蓋。沒了傻瓜式的關卡，你可以自由的在一座城裡胡來，搶車、任務、幫派，整個遊戲就像玩家自己演的一部犯罪電影。2002年的 Vice City 罪惡城市，邁阿密、霓虹燈、80年代流行音樂，讓整個地圖變成了一個罪惡版的美國夢。到了04年的聖安地列斯，地圖更大，角色成長、幫派、地盤和日常生活應有盡有。這3部遊戲帶着暴力諷刺、街頭文化和很強的爭議性，把成年玩家、大學生、歐美男性全部拉進了 PS2。罪惡城市最終賣到了1300萬份，聖安地列斯1200萬份 ，GTA 3 1100萬份 ，GTA 成為 PS2 史上最成功的商業核彈，沒有之一。但幫 PS2 穩住王座的是索尼自家培養的第一方怪物戰神。到了 PS2 後期，急需一個有 PlayStation 氣質的定海神針，那就是奎托斯·奎爺。戰神1是索尼旗下 Santa Monica 工作室開發的，2005年登陸 PS2，累計賣了460萬份，整個戰神系列預計超過6600萬份的銷售，只高不低，給索尼帶來了至少25億美元的銷售收入，還不算 PC 長尾和 IP 授权。那個時代出了太多精品，除了上述這些，還有鬼泣、合金裝備、鐵拳、實況、女神異聞錄、P3、P4 等等。PS2 等於把那個年代所有玩家的慾望全部裝進了一個黑盒子，有裝機量，有 DVD， 有向下兼容，有第三方，有黃牛排隊，有宿舍回憶，還有貨架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壓迫感。所以一代神機這個稱號還真不是濾鏡太厚，它真的在那個時代做到了一件很誇張的事。你可以不喜歡索尼，但你很難不被 PS2 的遊戲庫包圍，這就是帝國的巔峰。但問題恰恰也在這裡，盛極必衰，物極必反。當一個公司連續2代贏得太徹底，它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，我不是因為理解市場和尊重用戶才贏的，這些本該就屬於我。到了3代的時候，傲慢開始反噬。2006年3代登場，台上那個數字變成了599美元，這一下味道就全部变了。$599 US dollar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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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$599 US dollars。索尼給他塞了幾乎所有能塞的東西，藍光光驅、CL 處理器、硬盤、HDMI、無線手柄、網絡服務，聽起來是不是很猛？當然猛，但消費者又不是來給你報銷研發經費的。當年3在美國有2個版本，20GB 是499美元，60GB 是599美元，在日本市場20GB 是59800日元。索尼像在說，我這麼高級，你就必須買。這就是3墮落的第一刀，從用戶邏輯滑向了自戀，他已經聽不進人話了。技術公司最容易犯的錯，就是把自己的成本當成用戶的價值。更要命的是，這一次的對手還不是世嘉這個級別的。Xbox 360在05年搶先上市，北美11月發售，低配299，高配399，這個價格卡在了非常舒服的位置，不像 PS3 那麼貴，開發環境又接近 PC，Xbox 在線服務也非常成熟。第三方看了一圈 ，X 更好做，裝机量還能先跑起来，為什麼要圍着你3轉呢？然後死對頭任天堂在那兒又補了一刀。Wii 在北美首發249美元，還捆綁了 Wii Sports， 在客廳讓一家人揮手打網球。這個策略很髒，但又很聰明，因為用戶根本不在乎你 Cell 有幾個核心，他們只關心一件事，這玩意好不好玩，貴不貴，我和家人和朋友能不能在一起玩。所以3一上市就被前行戰術給夾住了，一邊是微軟搶走核心玩家、歐美市場和開發者，另一邊死敵直接把遊戲機變成了家庭社交玩具，拉來了大量轻度玩家。3在中間非常难受，技術豪华，價格嚇人，而且早期遊戲陣容裡面沒有一個能壓得住場。其實當時 PS2 已經很難開發了，但你有1.6億的装机量，開發者也就忍了。这一次前期装机量根本就没起来，價格高，開發又複雜，所以很多跨平台遊戲肯定先照顧 Xbox， 而且3的畫面差，掉帧數，加載慢的情況一點都沒有少，市場罵的就更兇了。3不是號稱40代怪物嗎？那為什麼我的遊戲體驗會更差？更慘的是索尼的硬件成本太高，幾乎賣一台虧一台。到了07年財報發布，遊戲業務達到了2300億日元的經營虧損，主要原因就是3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銷售策略，這就是砍向 PS3 的第二刀。當然3到最後也不全是一台失敗的主機，後期靠着合金裝備這種獨佔把核心玩家給拉了回來。老賊的惡魔之魂當年也不是爆款，但它是後來整個魂系時代的起源。到了2013年，顽皮狗神作最後生還者1裡的喬爾和艾莉也讓 PS3 大幅回血，最後全球 PS3 賣到了8700多萬台，沒有被 Xbox 閃得太遠。但如果放在帝國3部曲裡來看，3確實是一次墮落下墜。如果把這3代連在一起看，精彩的地方是這3代 PS 完整的演繹了一遍商業週期。1的時候它是人間崛起的復仇者，2的時候還位列仙班之首，拿到了主機神位，3的時候他終於發現神如果太久不聽人話，也會被玩家一腳踹下凡間。所以任何贏家都要尊重你的衣食父母，且行且珍惜。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，希望大家喜歡，我是惡童，我們下期見。